这是一部情侣间不可能二刷的爱情电影，因为无数热恋中的男女都在看过后选择了当场分手。全片没有车祸，没有伤病，剧情甚至没有任何一丝大点的波澜，评分却依旧高达8.6。一部偷窥了我们生活的情侣杀手，背后隐藏着的是无数成年人爱情尽头的真相，因为都错过了最后一趟地铁。英麦和小卷在陌生的城市中相遇，同是大3学生的他们，既付不起出租车的长途费用，也不喜欢酒馆里的气氛，于是便一起来到了一家小餐厅消磨时间，打算等等明早的班车。但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可以堪称奇迹，他们不仅穿同款小白鞋，点相同口味的饮料，一样有缠绕耳机线的习惯，并且就连记事本上的书签也都是用电影票的票根。英麦和小娟就像2个完全一样的人，交谈中还发现，昨天他们都买了木乃伊展览的门票，却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如果去了，今天2人肯定就无法见到彼此。英麦和小卷都认为这一定是上天的缘分，于是2人就这样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因为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他们心底就会莫名的高兴，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作为媒介。结果偏偏这时候，天空中居然下起了大雨，2人只好一路小跑来到了英麦的出租屋。其实英麦的家并不是很远，他不过是想多和小卷待一会。同一屋檐下湿漉漉的男女显得有些尴尬，但小卷很快又发现了惊喜，英麦的书架简直与自己一模一样，从漫画小说到杂志文学，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完全一样的人。晚上，英麦给小卷吹了头发，做了饭团夜宵，还展示自己亲手画的插画。最后实在熬不住，趴在桌上沉沉睡去。也许是害怕失去这来之不易的缘分，在第2天分别时，小卷主动邀请英麦下次约会，而地点就是那场木乃伊展览。巧的是，事先明明没有沟通，当天2人却都穿着蓝色外套和同款卫衣，相同的兴趣爱好让小卷和英麦有聊不完的话题。很显然，他们都怦然心动了。据说一起约会过3次还没有表白的男女，就永远无法成为恋人，短暂的分开都会让彼此更加思念。于是小卷和英麦都在心中暗自决定，下一次约会时就一定要表白。可当那天真的到来，2人却迟迟都开不了口，还被一位从事音乐制作的大叔教育，情侣间不能用左右耳机听同一首歌，因为不同的声道其实传达的乐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对音乐制作人的不尊重，以至于最后2人都失去了信心。好在这时服务员上错了一杯冰淇淋，小卷和英麦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机会。はい。僕と付き合ってくれませんか？はい。ぜひ。告白的方式并没有多么浪漫，但仅仅是简单的你问我答，便足以让这对新人感到心跳加速。在红绿灯旁留下青涩的初吻后，小卷和英麦就好像变成了橡皮泥，整天都腻歪在一起，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他们分开半步。不过这天，小卷意外得知，他最喜欢的小说作者因为感情不顺永久停更，而他的小说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感情的开始便是结束的开端，相遇总是伴随着离别，恋爱也会像宴席散去。所以处于恋爱中的人们，总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来相对而坐，隔着桌子聊天，然后苦中作乐，享受着这份忧伤。这是那位作者1年前恋爱时所写的文字。虽然恋爱的存活率可能只有几%，但这时的小卷认为自己的爱会活下来，为此他愿意付出全部。この花ってさ、よく見るけどなんていう花なの？英麦很想知道照片上的花叫什么名字，可小卷却不愿说出。女の子に花の名前を教わると、男の子はその花を見るたびに一生その子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ちゃうんだって。所谓花束般的恋爱，意以为永远无法忘记的恋爱。第2天，小卷跟着英麦去参加了同学聚会，其中一对情侣身上刻有完全一样的纹身，这让小卷有些羡慕，因为要不是抱着绝对不会分手的决心，根本无法做到这种程度。而在这1年的夏天，英麦第一次见到了小卷哭泣的模样。大学毕业的他们必须找工作养活自己，小卷打扮成大人的模样前去面试，英麦则在家里靠画插画赚取稿费。可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让英麦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便冲出家门。原来小卷一整天面试了10几家公司，不仅没有被录取，还被面试官羞辱得体无完肤。英麦十分心疼，他劝小卷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为了生活这样去勉强自己。为了能够住在一起，小卷和英麦拿出了大部分积蓄，在江边租了一栋有大阳台、采光十分优秀的大房子，一起小心翼翼地布置属于他们的新家。楼下有一家非常美味的面包店，店主是一对老夫妇。经过时间沉淀和发酵的面包，仿佛有种能让人一直幸福的魔力。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小卷便先在冰淇淋店里打工，英麦继续画着插画。虽然新家距离车站步行要整整半小时，但却成了2人最珍惜的时光，手牵着手漫步河畔边聊着一天的过往。第1年的圣诞节，他们互送礼物，又十分默契地送了同款耳机。第2年，2人甚至还收养了一只黑猫。这样的日子简直可以用如梦似幻来形容，一切都美好的不像话。可生活的压力也逐渐来袭，插画的稿费暴跌，以原来3倍的分量才能赚到1/3的收入，并且第2天双方的家长也前来探望。小卷的父母上来便给英麦施压。別にね、大手に就職しろって言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の。普通に働いてさえくれれば、人生って責任よ。
紧接着，英麦的父亲也特意从老家赶来，父亲希望他能够回家制作烟花，这是家乡的老产业。可英麦对烟花并不感兴趣，拿出了自己的作品，表示想继续画插画。得到的回应便是下个月开始，父亲不会再给任何生活费。两人的生活初次面临了危机，为此英麦决定去找一份工作，等之后稳定了再画画也不迟。俺も次行かないとって思ってさ。このままずっとこういう感じが続く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た。英麦察觉出了小卷的自责，表示会尽量维持现状，可没有钱就买不了书，也没办法看电影，两人都应该更加努力才对。这次是小卷站在阳台目送英麦离开，英麦换上西装，英俊帅气，斗志满满。小卷则在家中备考会计资格证，那是两人度过最漫长的夏天。新海诚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大家口中的第二个宫崎骏。漫画《黄金神威》出到了第8卷，最大的百货商店破产倒闭，但这些都不再影响他们找工作。曾经十分关注的问题，如今都成为了过眼云烟。终于在同年的12月底，小卷通过了会计2级考试，明年1月正式上班。而英麦也通过不懈能力，在年底前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重点是领导承诺每天5点准时下班，这样英麦就能够继续画插画，还能有很多时间陪着小卷。絹ちゃんと出会って2年、楽しいことしかなかった。僕の人生の目標は絹ちゃんとの現状維持です。不过两人丰满的理想很快就又被现实痛击。英麦入职第1天就被调进了物流部，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和小卷去看一场电影，甚至连周末的聚会也无法到场。而当时纹身的男女也分了手，海哥因为摄影作品得不到认可，还打了小文。两人曾经引以为傲的纹身，如今却满是尴尬，并且英麦也因为工作再也没有画过插画。小卷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和英麦的感情可能会出现问题，于是主动表示周末一起出去约会。可英麦又因为工作无法答应。大丈夫だよ。じゃあ前乗り断っていくよ。なんで？もう大丈夫だって。大丈夫じゃないでしょ。今大事な時だから。わかってるよ。またかって顔したじゃん。またかとは思うよ、またかだから。でも私が言ってんのは。だから行くって言ったじゃん。じゃあって。じゃあだったら行きたくないよ。最终两人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英麦必须跟着领导到处奔波，而小卷只能自己度过每一个周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第3年的圣诞节，他们终于去看了一场电影，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激情。英麦面无表情，昏昏欲睡，就连在商场买书时，他拿的也早已不是漫画，是一本叫做《人生与职场的成功学》书籍。两人的轨迹悄悄发生了转变。晚上，英麦问小卷是否想过结婚的事情，如果放在1年前，小卷都可能会激动的睡不着，但现在他只觉得荒谬。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3ヶ月セックスしてない恋人に結婚の話を持ち出すってどういう感じだろう。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いつまで学生気分でいるんだろう。ずっと2人でいたいって思ってないのかな。2018年中旬，两人虽在同一屋檐下，却都已经早已习惯了各做各的事情。小卷的空闲时间多，便会追剧和打游戏，而英麦依旧每天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工作。可即便如此，英麦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一个和他同龄的运货司机毫无征兆地将一批重要货物扔进海里。当警察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司机的理由是不想再做这种工作，只是赚钱机器，毫无意义可言。要是换在曾经，英麦一定会觉得十分有道理，但现在他只感到身心俱疲。自己常常吃住在公司通宵，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居然是被称作无意义的吗？所以当小卷发信息说楼下那对老夫妻开的面包店倒闭时，英麦只草草说了句可以上别处买，这让小卷认为英麦变了，丝毫不在意从前快乐的回忆，并且第2天两人又因为工作的事情大吵了一架。小卷辞去了会计师的铁饭碗，跳槽到了一家朋友的活动策划公司，工资连原先的1/3都不到。而小卷的理由是这家公司更加有趣，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爱好。遊びじゃん。まあそうだね。这样的回答让英麦怒火中烧，自己为了两人的生活，为了能多拿一点点薪水，每天被客户吐口水低头认错。小卷却只是所谓感兴趣就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简直是在把人生当儿戏。好きで一緒にいるのになんでお金ばっかりになるんだろうって。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からじゃん。そのためにやりたくないこと。私は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したくない。ちゃんと楽しく生きたいよ。じゃあ結婚しようよ。結婚しよう。俺頑張って稼ぐからさ、家にいなよ。働かなくても別に家事もしなくても、毎日好きなことしてればいいじゃん。其实英麦忘了，当初叫小卷追求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就是自己，这也是所有男女的通病。男生总是觉得要拥有了全世界才能去拥有自己的女孩，而女孩则认为拥有了男孩就等于拥有了全世界。后来两人就好像变成了陌生人，即使在地铁上碰见，也不会想到去靠近对方。2018年底，小卷和英麦唯一共同参加的活动是出席海哥的葬礼。
因为长期不得志，海格整日酗酒，最终酒后溺死在浴缸里。而他曾经也是殷麦最好的兄弟，殷麦心中的苦楚，如今却无法对女朋友诉说，只能独自一人坐在河边抽泣。其实小卷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只是当他在想安慰时，殷麦早已调整好了状态。此时两人内心中都有了分手的念头，与其这样互相折磨，不如早些分开，放过对方。可相恋接近5年的爱情长跑，分开谈何容易。2019年初，小卷和殷麦参加了一场新人的婚礼，他们感到简直不可思议，两个人究竟要经历过多少困难，才能最终结为夫妻？絹ちゃんと別れようと思ってる。麦くんと別れようと思ってて。もう今全然会話もなくてさ、喧嘩にもならないんだよね。感情が湧かないの。でも、どうやって別れたらいいのかわかんなくて。別れようで済むのって交際半年以内でしょ？ほら、うち5年目突入でしょ？とにかく今日、この結婚式が終わったら、別れるから。別れるから。でもね、でもね、最後だからこそ、最後くらいは、笑顔で、笑ってさ、じゃあねって言おうと思ってるんだよ。幸せになってねって言いたいんだよね。即便到了最后一刻，两人依旧是如此默契。小卷和殷麦就像2块一模一样的拼图，在一起是因为彼此相同的喜好，能够无比的快乐。可是他们忘记了，2块一模一样的拼图是不可能拼在一起的。而影片花束般的恋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与相同的自己说再见。还是那个熟悉的餐厅，小卷和殷麦都察觉到了对方的意思，纷纷把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不想这种时候还被别人打扰。可这时朋友却发来了许多过往的合照，那是3年前两人热恋时的模样，大家都还非常青涩，不用为生活所发愁，只需要把所有精力都投入给身边的那个他。而越是沉浸在回忆之中，两人嘴边的分手就越是开不了口，以至于最后当小卷说自己会搬出去住时，殷麦说出了截然相反的话。別れなくていいと思う。結婚しよう。但小卷却摇了摇头，红润的眼眶早已注满泪水。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太久，从小白鞋到黑皮鞋，从青涩到成熟。殷麦也知道不可能再找回曾经的感觉，于是想要通过结婚留住彼此。只要结了婚，即使感情发生了改变，也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下去。只要变成了一家人，小卷和殷麦就不会再分开，还能生个孩子，叫对方爸爸妈妈。一家3口散步在门前的河畔，买辆小面包车去露营或者迪士尼，慢慢消磨时光，就这样一起走过这一辈子。そういう2人になろうよ。結婚しよう。在殷麦的劝说下，小卷也不免心动了，因为两人早已习惯了对方的存在，就算感情不能像从前那样热烈，但和殷麦说的那样成为家人也是不错的打算。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座位上来了一对男女，两人十分年轻，因为没有钱，同样只点了无限畅饮和小蛋糕，穿着卫衣和小白鞋，聊着最近火热的漫画和趣闻。这不禁吸引住了小卷和殷麦的目光，恍惚之中，他们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时的笑容明媚无瑕，眼中只有充满希望的爱人。如今两人除了生活的琐碎，那些有关爱的细枝末节，通通只能以回忆的形式才能勉强重现。在那个熟悉的红绿灯路口，两人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因为心中都已经给出了答案。后来的日子，小卷因为还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两人又一起生活了3个月。神奇的是，如释重负的他们反而会常常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喝奶茶，空闲时间待在一起的频率堪比热恋时期。2020年，一家餐厅里有一对情侣用不同的听筒听歌，可左右两边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只用一只耳机的话，完全就是2首歌，这绝对是对音乐的不尊重。小卷决定去告诉他们这一点，可就在起身的瞬间，他惊讶地发现殷麦也站了起来。此时的他们已经又有了另一半，能在偌大的城市中相遇，无疑又是老天给的一次缘分。可小卷和殷麦谁都没有回头，只是在最后又十分默契地朝背后挥了挥手，以示最后的道别。在后来生活的种种琐事中，小卷和殷麦总会突然地想起对方，然后嘴角扬起一抹微笑。不过最后老天还给殷麦开了个玩笑，殷麦在找曾经那家老夫妇的面包店时，意外在全景地图中发现了一对新人的身影。